都知道，洛圣都的老哥在面对阿瑟时花样是层出不穷，各种极限操作那是信手拈来。但随着加州阿瑟的战力增强，不少老哥倒在了消失的路上，于是就有不少人私信问我有没有不吃操作的打法。还真有，今天他来了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直升机发现一位老哥在水沟里玩得相当开心，但殊不知这位来自洛圣都的老哥是因为零元购了这辆车，被阿瑟逼到了走投无路，最终只能选择下海，享受着自己最后的自由。虽然镜头没有给到阿瑟，但此时的他们正在岸上一路跟随，坐等老哥这瓮中之鳖玩够了投降。老哥所处的地方是位于洛圣都南部的新多河，是洛杉矶河道的一个分支。虽说一路南下，最终汇入大海，但由于常年干旱，所以哪怕是夏季，里面的水也并不多，大部分的车都能轻松通过。更别说老哥所驾驶的这辆底盘超高的皮卡。此刻老哥在水里面玩得正嗨，车船税是分币未交，确实体验了一把水陆两栖的快乐。果然不是自己的车，踩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。但是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不能拿自由开玩笑。老哥的头顶2架直升机在盘绕，该如何消心，属实叫人难料。但没想到这老哥的战力表却是出人意料。好，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位6星大佬，而他的座驾是一辆雪佛兰索罗德。这辆车搭载 5.3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60，超过28厘米的离地间隙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通过性强。而就在这时，老哥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突然开始减速，直升机终于知道拉远镜头看一下，老哥的右侧是一个小型的排水渠，这里连接的应该是附近城市的雨水排水通道。看见岸上的阿瑟紧追不舍，老哥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没错，正是你在游戏里面经常使用的这一招。好家伙，这款游戏的写实程度还在上升。只见他一个潇洒的掉头，调整好方向，看着岸上的阿瑟，他毅然决然地把车开进了这条下水道里。这一下老哥的耳根子是清净了，但留下阿瑟在外面却是乱成了一锅粥，简直是比我的房间还要乱。最近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整理出了一堆闲置物品，大家的闲置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像我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，他家回收品类很丰富，小到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，大到空气净化器之类的家用电器，甚至连黄金奢侈品都能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，现场打钱，这比我挨个挂网上卖效率高多了，既不用拍照修图，又不用跟人扯皮讲价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像我这次收拾出了7、8件闲置，总共卖了9000多。总之有东西要回收，找转转这种大平台就对了。这老哥啪一下就这样消失不见了，只用了一招便让天上的2架直升机变成了无头苍蝇。阿瑟也是头也不回的就去搬救兵了。没有人知道这条下水道里面车能走多远，也不知道老哥可能会从哪一个井盖钻出来。2架直升机就这样在头顶盘旋着，久久不愿离去，期待老哥能自己退出来。此时有多位阿瑟赶到了现场，这条地下通道从直升机的视角来看，仿佛连个耗子都钻不过去，但当给到特写时，和阿瑟对比，这个下水道至少有4米多高，看了半天更是深不见底。面对这阴森恐怖的地方，没有一位阿瑟打算进去看一下，碍于头顶的直升机正在进行全球直播，也不好意思当场下班，那就呼叫队友。果然只要你不动，脏活累活总有人干。一位队友驾驶着福特探险者绕了下来，看他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就知道老哥刚才开的有多猛。而且这里的水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浅。阿瑟把半边轮胎压在坡上，防止趴窝，直到快到目的地才下去。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有经验，要不怎么这脏的累的都轮到他了呢？要说平时技术好的、跑得快的、车辆块头大的，阿瑟都没有少见。但像今天这般开着车钻下水道的还是头一回，所以来到了洞口，阿瑟也不敢贸然前进，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4个蒙面的乌龟？只能先拿探照灯调查一番。但从直升机的视角来看，这个通道几乎是半座城市的排水口，里面究竟有多长根本无法得知。在洞口做了许久的心理准备，2位阿瑟决定进去一探究竟。从这个前进的速度就能看出来有多慌张。这还没进去就原路返回了，看样子是盘算了一下上个月的工资，才几个钱，玩什么命啊？万一真的冲出4个蒙面乌龟该怎么办？这倒车的速度比开进去时可要快得多。从阿瑟的手势可以看出来，里面应该是深不见底，至少用肉眼看不见老哥的车。几人经过一番商议后，最终决定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没事别往下水道里钻。眼看着老哥的玩法有些高端，阿瑟们立刻掉头下班。前有老哥地铁站消息，今有老哥下水道逃脱，2人的操作可谓是异曲同工。只能说那款游戏不曾欺我，我们可以
来分析一下老哥后面该怎么办。如果一直向前开，车肯定是出不去的。如果阿森没有守住这个路口，他可以原路倒回来，但是风险系数极高，或者选择放弃这辆车，从城市里某个不起眼的井盖钻出来。但不论是哪一种，老哥都已经确保小心，又一次开创了不一样的先河。好了，随着阿森们撤退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节目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